大家好，我是齐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谈判力》这本书。这本书主要讲了有关谈判的3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是谈判前我们应该确立的谈判方向。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在谈判过程中要遵循的4个基本原则。最后一方面是谈判结束后我们如何判断这一个谈判是否完成的出色。首先是谈判前我们应该确立我们谈判的方向，这个方向呢有2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们的大脑要清楚的知道这个谈判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第二个层次是我们应该通过怎么样的谈判手段及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总结来说，首先解决什么问题，然后通过什么手段来解决。刚才说了谈判前，现在我们说说谈判中。在谈判过程中呢，我们需要遵循谈判过程的4个原则。这4个原则分别是人事分离、着眼于利益而不是立场、为共同利益创造选择方案，以及坚持使用客观的标准。谈判过程的第一个原则是人事分离。在此之前，我们要记住，不要指望靠牺牲自己的实际利益来换取与对方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事分离分为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建立双方的认知，我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不要以自己的主观意识来推测对方的意图。我们要建立的认知是让对方明白谈判的结果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人事分离的第2个步骤为谅解情绪。当谈判发生情绪波动时，对方在发泄情绪，我们不要对情绪的冲动做出回应，而是应该采取象征性旁观者的姿态，不要把对方发泄的情绪映射到我们自己身上。第3个步骤为充分交流。我们要认真聆听并理解对方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并说出自己的想法，争取对方来理解。记住，只谈自己，而不用评论对方的观点。在人事过程的分离过程中呢，我们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先夸别人，再讨论事情。这样呢，就不会建立双方敌对的关系，也让对方明白你是针对事情，而不是针对他个人。谈判过程的第2个原则呢，是着眼于利益，而不是立场。立场就是做出的决定，而利益是导致这个决定的原因。双方对立的立场背后呢，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相互冲突的利益。而共同的利益和互补的不同利益都可以作为我们谈判双方达成出色谈判协议的基础。就像2个人分西瓜一样，一个人只要西瓜果肉，一个人只要西瓜皮。这个时候把西瓜切2半，看似公平，实际上做出的决定是不明智的。那么在别人做出决定时，我们要考虑的不是这个决定本身，而是对方做出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利益点是什么。那么我们如何确定对方的利益呢？立场呢，往往都是具体明确的，而它背后的利益却可能不那么明显。对此，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双方呢都有多重的利益，在不同的维度有不同的利益。随后呢，我们可以问对方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或者问对方为什么不做出这个决定。而对于利益这一方面呢，有著名的马斯洛需求理论以及克雷顿的 ERG 需求理论。学习这2个理论呢，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对不同维度利益的认知。与之同时呢，在讨论利益时，我们要形象地描述自己的利益，并承认对方的利益，不要攻击对方的立场，而是通过立场看利益。不要替自己的想法辩护，欢迎批评和建议，保持利益的具体，而又不失谈判的灵活。谈判的第3个原则是为共同利益创造选择方案。在大多数谈判中，有3大障碍阻止了人们创造多种合作方案的可能性。它包括只追求标准答案，以为馅饼的大小是不变的，认为对方的问题应该由对方自己解决。第一个障碍呢，是只追求标准答案。追求标准答案呢，没有发挥双方的想象力，没有深入思考，开创多种可能性。假如一开始
就只是为了寻求唯一的最佳答案，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回避产生多种选择方案的决策过程。第二个障碍呢，是以为线饼的大小是不变的。如果所有的选择都是你死我活，以损害我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你的需求，那何必费心去创造解决方案呢？第三个障碍是认为对方的问题应该由对方自己解决，缺乏长远的目标，只顾自己，导致谈判者只能形成片面的立场、片面的论据以及片面的解决方案。对于这三个障碍的解决方法是呢，将创造可能性和确定合作两者分开。我们要扩大谈判桌上的选择，而不要只寻求唯一的方案。我们要寻求双方共同的利益，找到让对方容易下决策决定的方法。以下也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帮助大家。比如在集体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明确自己的目的，然后可以寻找几个参与者，改变交流的环境，创造一种非正式的氛围。在集体讨论中呢，我们让参会人员并排坐在一起，而不是双方面对面对立入座，这样可以让双方有一种共同面对问题的感觉。同时，我们遵循不批评原则。讨论时，我们不把每一个想法与任何参会者对号入座，我们鼓励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并记下所有的方法。在集体讨论之后呢，我们把最有可能的想法标出来，对有希望的方案进行改善，确定一个时间来评估这些想法，并做出决定。在与对方开展集体讨论时呢，为了避免显得过于倾向某一想法，我们可以养成一种同时提出至少2个选择的习惯。最后，我们需要记住，强调我们双方是有共同利益的，这样可以使我们的谈判变得更加愉快一些。谈判过程的第4个原则是坚持使用客观标准。客观的标准呢，有市场的价值、行业的先例、科学的判断、行业的标准、效率、成本等。法庭的一些标准呢，比如有道德的一些标准、公平的一些待遇、传统的一些标准等。确定底线呢，虽然避免了你接受一个非常糟的协议，但也阻碍了你设计出更富有新颖的解决方案。好了，我们已经讲了谈判前的谈判方向和谈判中需要遵循的4个原则。谈判方向包括2方面，首先是明确要解决什么问题，其次我们要明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谈判需要遵循的4个原则呢，分别是人事分离，注重利益而不是立场，为共同利益创造多种可能性，以及坚持使用客观标准。那么最后我们提一下，一个出色的谈判它的基本标准是什么？它包括3方面。第一是达成了双方都满意的协议，第二是有效率的进行了谈判，最后是友善的进行了谈判。好了，谈判力这本书讲完了，欢迎留言发表你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